事实上，一切如界善仙所料，黄甫天族的人马进入太古血脉塔内之后，兵分多路，但最兵强马壮的一路直奔楚风所在的位置。至于其他人马，则是去通知黄甫天族的其他人。界善仙手掌自乾坤袋划过，一张符纸吸入掌心之中，同时体内结界之力调动，已是开始布置结界阵法。黄甫天族是输不起啊！就在此刻，一道男子的暗中传音在界善仙后方响起。回头观望，只见数道身影立于远处，他们面容普通，可界善仙一眼就看出这些人是伪装过的。但界善仙却看不透那伪装。我名为江不休，乃七界仙宗宗主。那暗中传音再度响起，乃是先前七界仙宗外先前现身的中年男子之声音。原来他是七界仙宗宗主。七界仙宗宗主得知界善仙能够轻易炼化紫梦升天之后，便派人搜寻界善仙的下落。而界善仙与楚风直接来到了这里，一路上并未再度伪装，也并未隐藏身形。这对于这些界灵师而言，想找到界善仙自然轻而易举。男子收到界善仙位置，便也立刻带人赶了过来。先前我宗之人对你有不敬之处，还望包涵，还不给这位大人道歉？七界仙宗宗主靠近，身后还跟着两人。大人，先前有不敬之处，还望见谅。那两人同时施以一礼，虽然面容伪装了，可声音却没有伪装，乃是先前七界仙宗城墙内对界善仙有轻视之意的年轻女子与老者的声音。何事？界善仙问。看来你是爽快之人，那我也便有话直说了。您所见到的紫梦升天，乃是我宗有意放在外面的，供人炼化的，目的就是想寻找一位具有炼化紫梦升天天赋之人。奈何这么多年来，始终未能发现此人，我宗本已放弃了这个想法。于是待得我宗解开结界，便将紫梦升天全部收回，只留下了那些残次之物。却不曾想，也就是此时等来了你。我不知你身属何方势力，也不问你是从何习来的这番本事，可我很需要你的这番本事。倘若你愿意与我宗合作，定会给予相应好处。那中年男子说道。要我帮你们炼化紫梦升天？界善仙问。对，在我宗之内还有着更难炼化的紫梦升天。那七界仙宗宗主说道。而就在此刻，所有人都发出惊呼之音，原来是楚风又引发了动静。在楚风的掌控之下，原本高达1000米的磅礴阵法已化作了不足10米之物。那阵法已从虚幻化作实体，因9色雷霆还在，因此它就像是块散发雷霆的铁片。透过雷霆也能看到铁片上有着些许图案，只是这铁片明显是残缺的，图案也实在有限，根本看不出图案记载的是什么。但能牵动整个太古血脉塔，人们都觉得那铁片蕴藏着天大的机缘，只是想得到那铁片也绝对没那么容易。眼下楚风手中的法诀已经停止，其体内却有9色雷霆源源不断地涌入那铁片之中。铁片还是阵法，而他在吸收楚风的血脉之力，又或者说是楚风在用血脉之力淬炼那铁片，以此得到那铁片。不过眼下人们也只是猜测，直到黄甫天族的人马靠近，黄甫天族的人才发现那铁片与太古血脉塔有着相近的气息，分明就是一体之物。而楚风此刻融入血脉之力，倒是与先前唤醒太古血脉塔相同，这应该是得到此物的唯一方法。而黄甫天族眼见着如此重要之物竟被楚风率先发现，甚至若不是太古血脉塔忽然变得透明，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里有着如此宝物。想到这里，一股无名之火涌上心头，数道威压同时笼罩住了楚风。换做其他人面对这阵仗，估计直接吓尿了，可楚风却不以为然，反而问道：好家伙，无冤无仇的见面先用威压，黄甫天族是要杀我不成？见楚风这样说，为首的长老也是怒视那些释放威压的族人一眼，毕竟现在外面的人可都看着呢。来之前黄甫战天可暗中下达了命令，不要把事做得太难看。就算黄甫天族不将这些人放在眼里，本身将他们邀请至此就是想利用他们，但是这件事也不能做得那么明显，表面上还要过得去，否则可就真的失去民心了。而被为首长老一瞪，那些人自然赶忙收起威压，可实际上内心也是颇为委屈。他们本来就是想来个下马威，谁能想到这个小鬼不仅不惧，反而敢质问他们，这与他们想的也不一样啊。想不到小友竟也是天级血脉。那为首长老笑盈盈地走到楚风近前，怎么，天级血脉就只能是你黄甫天族有吗？楚风反问。眼见着楚风如此不客气，那长老嘴角都气得抽了2下，心想这小鬼明明只是小辈，怎么敢如此硬气？是无知者无畏，还是说他是个傻子？他怎知道楚风早就洞察先机，已是知道这太古血脉塔
如今已经是化作了透明的。他们现在的一举一动都被外人看得清清楚楚。楚风最了解皇府天族这种势力，他们不是纯粹的邪门歪道，虽然有着坏心思，但却也不会做得那么直接，一般都是暗地里使唤。否则先前唤醒太古血脉塔，他们直接威逼即可，没必要扯一堆没用的东西来忽悠人。当然，若是外面的人看不见，他们肯定不会与楚风废话，直接就过来抢了。就连杀了楚风，那也只是顺手的事。这位小友多虑了，天级血脉自然非我皇府天族专属，老夫也只是问问。对了，小友，不知此物你是如何发现的？那长老压住怒火，笑盈盈地问道。明知故问。楚风轻笑。皇府天族立刻有人怒斥：放肆！我族长老问你话，你如实回答便是，装什么装？他们霸道惯了，有的时候就连装客气都装不好。而楚风则是眨了眨眼，先前那9色雷霆球就藏着寻找此物之法，你们不是也看了吗？不是明知故问，那是什么？话到这里，楚风顿了一下，才道：莫非你们看不到那9色雷霆球内蕴藏的线索？楚风此话一出，皇府天族在场的所有人以及外面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是神色变化，或多或少脸色都有些不好看。就连皇府战天也是下意识地咳嗽了2声，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莫说其他人，就连皇府战天那也是啥都没看出来。你是从先前9色神雷凝聚成的球体之中看出的门道？那长老眼睛瞪得老大，但对楚风的话却是半信半疑。他们毛都看不出来，这个非皇府天族族人的小鬼能够看得出来。他并不相信，虽同为天级血脉，可天级血脉也有高低，他骨子里就觉得除了皇府天族外的天级血脉都是不入流的，骨子里就鄙夷非皇府天族以外的天级血脉。正是，不然我怎么找到这的？楚风反问。小友还真是观察力惊人啊，那此物到底有何作用？小友可是知晓。皇府天族长老虽然不信，可还是询问起来，毕竟他需要搞清楚这宝物的具体作用。这位长老，你是真的没看出来？楚风又问。这个那个。那长老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他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中：老夫给你脸了是不是？你最好乖乖配合，老夫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然老夫灭你全家。表面他还是笑盈盈的，可是暗中已是原形毕露。换做其他人听到这威胁，再加上感受到那老者真神后期的修为，定然吓得不轻。可楚风却更加笃定自己的猜测，他之所以选择暗中威胁，正是因为他们不敢光明正大的出手。不过楚风表面还是装作配合。这位长老，据我观察，这里面藏着太古血脉塔血脉力量的关键，只不过此物就算发现，但却也难以获取，需要大量的血脉之力融入其中才行，否则根本无法让他认主。若无法认主，便无法将其解毒，也无法将其带走，更无法获得那力量。楚风说道。哦，老夫来试试。那老者说话间便以唤醒太古血脉塔力量的方法将血脉之力融入其中，发现果然如楚风所说，方法是一样的，这让老者欣喜若狂。那也就是说，此物虽非他们发现，可他们也能够进行认主。小友，唤醒此物所需要的血脉之力非同一般，你一个人恐怕难以完成，但你放心，此物毕竟是你发现的，老夫也不会抢夺你的功劳。这样，你不如将此物让给我皇府天族，这便是老夫给你一定的报酬。那长老说话间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楚风接过乾坤袋，不由得笑了，但却是无语的笑。这乾坤袋内装着的10颗武力珠子，但却是蕴含武力极少的垃圾珠子。这个皇府天族长老分明就是在羞辱人。察觉到了楚风的笑容另含深意，一道暗中传音再度映入楚风耳帘：小子，先前你废话太多，让老夫丢人现眼，老夫不与你计较，那是老夫大度。现在还愿意给你好处，你便收着，可莫要没事找事。楚风不语，微微点头，可下一刻竟将那乾坤袋一把捏碎，旋即乾坤袋内的物品全部随之浮出，10颗武力珠子漂浮在楚风掌心之上。你这报酬未免太少了吧？楚风淡淡的笑道。而武力珠子散发的武力，人们也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品质。给这么少，这还不如不给，分明是羞辱人嘛。就是如此重要的发现，就算他是运气好碰到的，但也不该只给这么点啊。这一刻，就连外面的人也都议论纷纷。听那皇府天族长老的话，他们还以为皇府天族给出了多么丰厚的东西。毕竟此物确实是楚风发现的，并且谁都看得出来此物极其关键。结果就这么点奖励，这不是打发要饭的吗？哎，果然大家族还是根本就没有将我们放在眼里。若是这样，那进去的人
看来也得不到什么好东西，还好我没进去。一时之间，外面的天地响起了阵阵窃窃私语，尽管声音都不大，可是架不住说的人多，再加上修武者本就耳力惊人，这些话传到皇甫天族其他人耳中，换来的是愤怒。可皇甫战天则是有些不悦，于是他对不远处的一位长老勾了勾手，暗中传音，立刻进去告诉他们别那么抠门，装样子都装不明白，修炼这么多年，脑子修没了不成？遵命。那长老乃是真神巅峰，他明白皇甫战天的意思，便也手握塔令，冲入了太古血脉塔之内。其实眼下站在楚风面前的那位长老也并非愚蠢之人，他只是实在想不通，眼前这个小鬼怎么如此胆大包天。正常来说，他皇甫天族出场，其他人早就吓得屁滚尿流，跪地求饶了，哪里还敢要好处？可这个家伙不仅敢要好处，还嫌少。小子，你是不想活了？愤怒之余，他暗中质问：大人，我不就站在你面前呢？有话不妨直说，一直暗中威胁我干嘛？这里除了我，便都是你皇甫天族的人，你还怕他们听见不成？楚风直接问道。啊？啥？那个啊？谁威胁你了？楚风这直言不讳，直接将那皇甫天族长老弄懵了。他知道楚风胆大，却没想到如此胆大。此刻他脸都绿了，但也确定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绝对是个傻子，正常人做不出这种事。这种傻子平日里他早一巴掌拍死了，但是这种场合他还真是拿楚风没办法。他深知威胁是行不动了，只能秋后算账。至于眼下，只得强忍怒火，强行解释：小友，你一定是太过紧张，出现幻听了，这个报酬是老夫拿错了，这样老夫再给你补上一些。那长老说话间，大袖一挥，顿时虚空之上光芒闪烁，是五粒珠子，此次数量之多，宛如星辰一般遍布虚空，一眼望去，没有1亿也有几千万颗。这珠子虽然蕴含的武力也不多，可这么多的数量，确实也是有点用处了，至少对于寻常人来说，算是不错的报酬了。可在楚风看来，依旧不够用，这些珠子对他现在来说，依旧是连塞牙缝的都不够。所以楚风道：不够？你说什么？皇甫天族在场所有人都是惊讶无比。我说不够。楚风道：小子，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算什么东西？这太古血脉塔可是我皇甫天族之物，我们让你进来，已是对你的恩赐，你不仅不感恩戴德，竟然还敢向我们索取。此刻，另外一位皇甫天族族人指着楚风狠狠地斥责起来，他是忍无可忍。对此，那长老也并未拦着，因为他也早就被楚风气得想杀人了。太古血脉塔是你们的不假，可若没有我，你们也发现不了此物。我不妨告诉你们，这个东西从第2层开始，一直到第98层，每一层都有，一个不够，需要将全部拼凑起来，才能获得真正的力量。楚风此话一出，莫说楚风面前之人呆住了，外面的人也呆住了。真的假的？这小子胡说八道呢吧？太古血脉塔外，莫说皇甫天族族人，就连围观之人也是议论纷纷，他们都感觉难以置信，真有人窥探出如此多的秘密。我看你们未能在那球体中窥探出真相，只要你们凑够了好处，我便带你们将所有阵法找出来。楚风继续说道：行，你若所言属实，我皇甫天族也会奉上诚意，可你若骗我们，那后果可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皇甫天族那位长老说道：你们可是皇甫天族，我岂敢骗你们？楚风笑道：说吧，你还想要什么？皇甫天族那位长老问道：这些修炼资源是不够的，这样你们身上的好东西都拿出来，让我挑一挑。楚风说道：行，老夫就让你自己挑。那长老也不犹豫，他先将自己身上的好东西拿了出来，紧接着其他人也都将身上的宝物亮了出来。一时之间，虚空之上布满璀璨之物，那可是看得外面之人直流口水。可楚风却摇了摇头，这些东西楚风能看上的少之又少，修炼资源我全收下，再外加一把神兵即可。楚风说道：神兵？你真敢说啊？皇甫天族的众人都感觉楚风疯了，就连外面的人也都觉得楚风有点贪心了，毕竟神兵于他们而言，那可是堪称无价之宝。但他们岂会知道，神兵这种东西如今楚风身上多着呢。非要说起来，就他们能拿出的神兵，楚风还真就看不上。不过楚风就是要让他们出点血。于是楚风问道：莫非你们觉得这神兵比此地力量价值更高？那长老咬牙切齿的应下，旋即将自己的神兵丢向了楚风。我就阴你。实际上他早就起了杀心，决定只要楚风离开此地，必然会取走楚风小命，所以楚风要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最终都会拿回来。